在中美对抗升级、全球局势动荡之际，一场针对中国非法移民和留学生的驱逐与审查风暴正悄然席卷美国。数以万计走线北上的中国人在异乡他国艰难谋生，优秀学子在美梦破碎后被迫返乡，却又遭遇就业歧视与政治冷眼。中国梦碎了，美国梦难圆，夹在两国博弈夹缝中的普通人正经历着怎样的无奈与煎熬？本期视频带你走进这场跨越国界的时代悲歌。你好，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我是王真。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6月9号表示，作为美国国土安全部移民执法行动的一部分，约122名非法移民于6月3号被驱逐回中国。ICE 表示，这些被驱逐者的年龄在19岁至68岁之间，在收到最后驱逐令后，被安置在特殊的高风险包机上。据 ICE 称，航班上的一些非法移民已被判犯有严重罪行。ICE 代理局长托德·莱昂斯上周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该机构平均每天逮捕约1600名非法移民，并补充说，该机构可能会做得更多。ICE 数据显示，约有39万名非法中国移民居住在美国。另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数据，在2023年有超过3万7千名中国人从墨西哥非法越境到美国，比前一年增长10倍。中国人是近年来增长最迅速的移民群体，他们当中不乏中产人士。45岁的李小三就是其中之一。2022年底，他与当时16岁的儿子经泰国、土耳其转机到厄瓜多尔，再走线北上，最终抵达美国德克萨斯州。他出生贫寒，通过当兵上大学走出了农村，后来白手起家，在广州经营皮具贸易公司，在中国各地购置了多套房产，送孩子到泰国清迈上国际学校，可以说已完成了阶级跨越。然而在疫情期间，原本舒适的中产生活颠覆了，国外订单枯竭，工厂停工，生意凋零。他回到老家休养，却遭遇严格风控。身患糖尿病的他一度难以出门买必需的药物。除此之外，近10年来，李小三常在网络上发表批评中共政府的言论，曾经2度被叫去喝茶。在2022年，第2次持续数小时的问话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让他决定离开中国。在纽约执业的移民律师刘汝华表示，最近2年来，前来咨询的客户几乎100%都是中国走线人。这些人大多是来自城市的中青年，接受过大学教育，有一定的英语基础，与上个世纪末的中国偷渡者面貌截然不同。走线人当中不乏中小企业主、教培行业老师、贸易公司职员，他们原本相对稳定的生计，因为疫情风控、政策转向而备受打击。他说，很多人已经被炒掉，或者生意难以维持，所以是没有选择了。在美国没有拿到工卡钱，他们只能违法打黑工维持生计。走线群体中的中产人士也不得不放低身段做起体力活。川普上任后，立即宣布国家紧急状态，出动美军大规模驱逐数以千万名无证移民，并承诺使用一切必要权力，实施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驱逐计划，优先驱逐无证中国裔龄男子及有犯罪记录的。分析指，不少川普 2.0 政策是延续其首任总统时对中的强硬立场和方向。除了驱逐无证移民，近来川普政府也加大了对中国留学生及研究人员的签证审查及限制。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月28号表示，将大力撤销中国学生的签证，包括与中共有关联者或在关键领域就读者。他并强调，也将修订签证标准，强化对未来所有来自中国及香港的签证申请审查。据美国官方数据，2023至2024学年，在美国高校学习的中国大陆留学生约为27.7万人。美国联邦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3月致函6所大学，
要求提供有关中国学生参与高阶 STEM， 也就是科学、科技、工程与数学课程的招生政策资讯，并调查他们参与联邦资助研究的情况。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写道，美国的学生签证制度已经成为北京的特洛伊木马，为进入顶尖研究机构提供了捷径，并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。路透社报道，川普削减给予大学的联邦资金，让一名25岁的姚姓学生无法准时入学攻读生物学博士课程。他和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开始考虑前往其他国家求学。这名姚姓学生说，以前总觉得政治离我很遥远，但我今年真切感受到政治对国际学生的影响。他拒绝透露自己将就读哪所大学。26岁的中国研究生曹克松决定放弃在美国的学业。他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认知心理学生。当地时间5月29号，他在西雅图机场等待登机回国。曹克松向华盛顿邮报表示，我不再感到受欢迎了。他在美国待了8年，曾梦想留在那里做一名教授。现在看来，这个梦想破灭了。现在正是跳槽的好时机，想想我能为祖国做些什么。然而，留学生回到中国，境遇也令人堪忧。除了高失业率导致就业困难外，留学生回国还面临另一重困境。4月22号，中国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在临时股东大会上说，格力绝不用一个海归派，因为海归派里面有间谍，我不知道谁是谁不是。在强调政治素质的体制，也开始排除有留学经历的人。2025年，北京和广东、山东省的选调生拒绝留学生报考，仅招国内高校毕业生。选调生是未来中共党政干部的后备人选，每年由省党委组织部门从应届毕业生挑选培养。今年48岁的高鹏是一名在德国留过学的海归，他向 BBC 中文感慨，可能你往前推10年就不会有这种情况。在他看来，在地缘政治对立的当下，留学生无奈成为时代的牺牲品。针对董明珠的言论，有网友曾在知乎上发问，他该不该道歉？一则得到4000多个赞的留言这样回答：中美必然完全脱钩的大势之下，夹在中间的人必然会被挤压生存空间。这则留言形容，这是你死我活的战争。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